马斯克警告，芯片短缺之后，下一个危机是电力。扎克伯格坦言，限制 AI 的不是算力，而是能源。奥特曼甚至直呼，没有能源突破就没有 AGI， 我们需要核聚变或者极度廉价的太阳能加储能。当这些全球最聪明的大脑都在焦虑同一件事时，你就知道这不仅仅是技术问题，而是一场正在重构资本市场的能源战争。当英伟达以及相关科技公司的股价在 AI 浪潮中像火箭一样一段段拉升，当生成式人工智能成为华尔街会议纪要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，你可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叙事：算力越多，模型越强，科技股越涨。但很少有人停下来问一句，这背后真正的瓶颈到底是什么？如果把大模型当成一台发动机，把 GPU 当成发动机里的活塞，那决定这台车能不能跑得远、跑得久的，其实并不是芯片有多先进，而是你有没有一套稳定、便宜、随时加得满的能源供应。换句话说，当算力成为新的石油时，电力系统就是那座不起眼的炼油厂。没有它，所有关于 AGI、关于无线算力的故事，最终都会在一次停电里戛然而止。这个系列视频，我就用投资者的视角，顺着一条核心逻辑线往下走。AI 需求、电力瓶颈、基础设施投资周期、华尔街在买什么，以及散户该怎么看。先把一个结论说在前面，这轮 AI 浪潮不是简单的多几块 GPU， 而是在给全球电力系统加一层全新的负载。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历年数据与主流机构模型推算，2025年美国电力总需求预计将在4200太瓦时左右。基于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公布的2023年176太瓦时的基线，多家机构预测数据中心在2028年的需求可能上升至325至580太瓦时区间，年增速约20%左右。根据国际能源署 IEA 在2024年发布的电力2024与 AI 和能源数据，2022年全球数据中心耗电量约240至340太瓦时，约占全球总用电量的1%至1.5%。在此基础上，多家能源机构推算，2025年全球数据中心耗电量可能达到300至350太瓦时区间。在高增长情境下，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耗电量可能升至600至1100太瓦时区间，其规模将接近当前全球中等规模经济体的完整年用电水平。其中 AI 相关负载预计将贡献最大增量，这里面 AI 的权重还在快速爬升。过去几年 AI 算力相关负载大约只占数据中心用电的5%至15%，主要集中在训练集群。根据多家云厂商与能源机构的模型推演，在高负载场景下，到2030年 AI 推理与训练负载在部分区域可能提升到30%至50%的区间。这些数字背后的含义很简单：一、大模型训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耗电的过程。模型参数每翻一倍，所需算力和能耗往往不是线性翻倍，而是叠加更多预训练数据、更多尝试和更多迭代，所需的算力和能耗会以指数级别增长。真正恐怖的不是某一次训练消耗了多少电，而是厂商不会只训练一次。二、推理服务是常驻后台的长期负载。一旦模型上线，每天是数以亿计的请求在后台跑推理，这部分电力消耗不会像训练那样短期集中，而是长年累月稳定压在电力系统上。三、算力集群是集中部署的，不是均匀摊在全国。大型云厂商、AI 公司、互联网巨头都把集群放在几个有限的地区，结果就是几个 AI 热点州的电力曲线被大幅拉高，而电网本身是区域性的，不是全国一锅粥。所以，与其说 AI 很耗电，不如更精确地说 ，AI 把过去平滑的用电需求变成了少数地区、少数节点上的高密度、全天候、极度刚性的负载。这就把问题抛给了下一个环节——电网。很多报道会用美国电网老化、基础设施落后这样的字眼，但对于投资者来说，我们需要拆开看两个更关键的问题：一、存量电网的年龄和结构是为哪一个时代设计的？二、新增电网和电源的建设周期和 AI 数据中心的扩张周期差异有多大？先看第一点，
美国主干电网里不少关键的变电站和输电线路是上世纪80、90年代建的，那时的设计目标是供应传统制造业、居民住宅、商业楼宇。它们的负载相对分散，鼓风差也相对明显，可以通过调度机组调峰来消化。并没有人专门为一块放着几十万块 GPU、24小时满负荷运转的园区设计过电网。再看周期错配的问题，根据美国能源部与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历年统计，大型345至500千伏输电线路从立项、环境评估、土地征用到最后投运，通常需要7到10年，其中审批流程往往占据整体周期的70%至80%。对于部分跨区项目，耗时超过10年也并不罕见。也就是说，高压线路真正的施工期只是其中一小部分，更多的时间耗在各种审批和协调上。与之对比，一个大型 AI 数据中心从拿地、设计、施工到首期投产，通常是18到36个月级别。如果是扩建现有园区，速度还可以更快。这种明显的周期错配，使得电力供应能力的成为整个 AI 基础设施链条中的首要瓶颈。这意味着需求侧扩张在跑步，供给侧扩张在散步，而传输网络则在挪步。结果就是你在部分地区会看到以下现象：新项目排队苦苦等待电力接入资格，公用事业公司提前和大客户谈好多年用电合同，锁死一部分未来的电力供应，能够提供马上接得上电、有空余容量的电厂和电网资产，在估值上得到重新定价。对于投研来讲，这不是一句电网老话可以带过的，这是资产属性发生变化的起点。如果你过去只从互联网公司的视角看数据中心，可能会觉得那就是一堆机柜、一排排服务器，加上空调、冷却塔。但在 AI 这轮周期里，数据中心更像一个独立的基础设施资产类别，关键变量有3个：一、功率密度的跃升。传统数据中心一个机柜5至7千瓦很常见，高一点的可能到10千瓦。而 AI 算力集群带来的是每机柜20千瓦、30千瓦甚至60千瓦以上的密度。最新一些高密度 AI 机房液冷方案的规划里，单柜80至100千瓦已不再是科幻。根据多家数据中心运营商的公开信息，高密度机柜已普遍提升至20至40千瓦区间，而用于 AI 集群的液冷机柜更是达到50至100千瓦。与传统的5至10千瓦架构相比，这代表了功率密度近乎10倍的提升。这意味着在同一栋楼、同一块地上，电力需求可以在几年内成倍的跃升。2、资本支出结构的变化。过去云厂商的资本开支可以在机房和设备之间做一些动态调整，但当你要打造的是专门为大模型服务的 AI 数据中心时，土地、变电站、线路接入、冷却系统、配电母线这些重资产比重会显著提高。这些资产一旦投下去，回收期就是10年乃至20年级别的。对于长期资金来说，这反而是好事，它更像传统基础设施，而不是某个突然爆火，但是1年后可能无人问津就被市场淘汰的应用软件。3、合同结构和客户质量。谁在租用这些 AI 机房？除了我们熟知的科技巨头，亚马逊 AWS、微软的 Azure、Google Cloud、Meta、TikTok、OpenAI 这批头部玩家，还有一大批金融机构、高频交易、算法驱动的企业。他们签的通常是多年合同，有明确的最低用电、最低机柜数量约定。对数据中心运营商来说，这就是客户质量高加合同期限长加需求趋势向上。所以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，在估值模型上，这些数据中心 REIT 和运营商越来越不像房东，更像是电力和算力的中间商。他们吃的是长期租约加能源转嫁能力加区位稀缺性。讲到这里，逻辑已经非常清晰了。需求端是正在以指数级爆发的 AI 算力，供给端是还在散步甚至挪步的老旧电网。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瓶颈，更是一个巨大的供需缺口。而在华尔街的眼里，供需缺口翻译过来就等于暴利。当大部分散户还在盯着那些科技股的股价恐高的时候，聪明钱其实早就开始抢筹码了。他们抢的不是显卡，而是那些看似无聊，实则掌握了定价权的收租人。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会问，逻辑我懂了，但我到底该买什么？既然不是去追高大家都知道的科技股，难道是去赌那些冷门的电网设备？别急，下一期视频我们就撕开宏观的面纱，直接进入实操层面。
我会拆解华尔街正在买入的几大核心资产，并公开一套我个人的筛选逻辑。AI 的下半场拼的不是算力，而是能源。再次感谢大家来到 Insight Frontier，我们下期见。